你说世界很大，总有展翅的地方，那是游乐场，那里有梦想。我说世界再大，没有你在的地方，不过是寂寞，寂寞的流浪。可是一步一步走，人生还是要向前走，走啊走啊，走到哪儿了？那条回家的路已远去了，想啊想啊，想起你了，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的黑发变成白发。是谁？我是舅舅Daddy。眼前是未来的路，脑海回想着你的话。去吧去吧，跟着心去吧。你说的轻松，我的脚步却重了。终于回家，看见你了。把货交出来！很痛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话。还给我装傻！我不知道很痛，放手！这里不是我的店，你不要乱买这种东西。为什么偷我的东西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控制不了我的手。控制不了啊！还叫我偷东西什么？没有了手，就永远不会再偷。放开他！你醒了。都已经过了1天1夜，还这么烫。佩芝，你在吗？我不在。你不要吓我！你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有出门，是不是很不舒服啊？是啊，我生病了。你快把门打开，让我看看。不要，我咳得很厉害，我会传染给你的。我不怕，你开门，我带你去看医生。你走，我不想要传染给你，我咳一下就好了。你还是把门打开，让我看看，就看一眼好不好？你很烦，你再不走，我就永远不要出去，让我病死好了。好，我走，你不要生气了。我煮了东西给你吃，放在门口，我先走了。你走了吗？哦，走了，你吃多一点才会好得快。知道了。真是。放什么玫瑰花？真是小疯包。吴牙香，佩芝生病了，她昨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都没有出来，我很担心她。你是不是给她太多工作，把她累坏了啊？不是，是她自己突然就咳得很厉害。她在咳嗽啊？难道是水土不服？我也不知道，她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步都没有踏出房门，她会不会是得了什么怪病？她说她没胃口，而且还丢了一堆垃圾出来。
有毛巾，还有鸡蛋。鸡蛋？不会是出毛蛋吧？什么？人身上怎么会长红毛蛋？哎呀，什么红毛蛋？你这个手动不？我跟你说啊，佩芝可能在发高烧啊，你去炖一些羚羊角给她喝。好的，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是毛蛋？哎，这样吧，你带她去看医生，我现在马上去请假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好的。毛蛋到底是什么病啊？你醒啦？你没事吧？我头好晕，我只买一直涂药，可是没有用，好不舒服，回去看医生。你现在不能出去，现在外面有人。你先吃一点东西，我会帮你找机会的。你该不会是想要我喂你吧？我没胃口。你要离开也要有力气啊。你慢慢吃，我帮你去买药。你要去哪里啊？你不是生病了吗？我生病了，你远离我一点。你咳得这么厉害，到底想去哪里啊？当然是要去买药啊。你是不是发烧了？让我看看。别碰我！你反应这么快，都不像是生病。你没事吧？本来好一点的，被你这样一下，我又头晕腿软了。阿香说你可能出红毛蛋，我带你去看医生吧。不行，我不能看医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让陌生人碰到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在你身边。一直保护你的。不要啦，算了。不行，你一定要看医生，不然我不放心。你怎么比我妈妈还要啰嗦？我只是想要去买药。你知道去哪里买啊？不知道哎，怎么办？所以我载你去啊，来。你也要去啊？是啊，你再不去的话，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的。走吧。都没有病，看什么医生？你说什么啊？我没说话啊。你专心骑你的车。我知道你怕，你不用担心。陈医生看着我长大，他人很好的。他看着你长大，又不是看着我长大。我真的很讨厌看医生。你可不可以帮我买药？不可以，我爸爸说不能随便乱买药吃。可是我真的烧得很厉害，我怕打针。其实那边的护士很厉害的，他们会假装跟你说话，然后突然插针，你可能还没反应过来，针就拔出来了。救命啊！我真的不想要打针，我不要看医生。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么怕医生的人。我真的很怕。我现在口渴，我要喝水。什么？我说我现在要喝水，你现在带我去买，我们等一下再去看医生。终于回家，看见你了。来，小心烫。谢谢。你怎么不直接叫温水啊？温水不冷不热有什么用？那热水和冰呢？我的身体忽冷忽热的，热的时候可以吃冰，冷的时候可以喝热水。生病的时候不能吃冰。你不要管这么多啦，你去医生那里等我。没关系，我留下来陪你。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要上厕所。
那你给我吧。不用。我喜欢一边喝水一边上厕所。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嘞，哪有人一边喝水一边上厕所的？不喝水怎么上厕所啊？那你慢慢上厕所，慢慢喝水，我去帮你排队拿号。嗯。去死吧！黑芝，你要好了吗？我快好了。下一个到你了。好，马上来。这位医生真的是从小看你长大。哦，他是陈医生的儿子，小陈医生。你没发烧？怎么可能？我刚刚在厕所明明就烧得很厉害，才过了1分钟，不可能会退烧的。皮肤烫不一定是发烧，不信自己看看。可是我现在真的很累，我头很晕。不信的话，你摸摸看，真的很烧吧？啊，他昨天真的很不舒服，躺了一整天，没有踏出房门一步。是啊，昨天晚上我真的很晕，我还痛得睡不着。你哪里痛？你喉咙痛不痛啊？痛。头呢？痛。肚子？痛。手脚呢？痛，我全身都很痛。这是什么病啊？好好，别急，一样样来。张开嘴。没有红肿啊？没有红肿，不代表我的喉咙不痛。你喉咙痛，怎么还可以说话这么大声啊？因为你们不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你的症状真的不明显，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严重。是我生病，严不严重我自己知道。你的精神真的很好，中气十足啊。可是医生，我真的快断气了，你不给我药吃，我会死的。小姐，不吃药未必会死，乱吃药就很难说了。总之，我不只是头痛、肚子痛，还有手脚痛，我全身都痛，还有我的身体冰冷，手脚麻痹，我很辛苦就是了。还是给他一点药吧。小姐，什么事啊？黑芝，医生，我真的很辛苦，你给我一点药吧。啊，来，这个给你，还有这个，还有果汁，来，你肚子不饿啊？吃一点啊。我要爸爸，我要妈妈。你把这些吃完，我就带你回家 ，OK？ 爸爸妈妈不要我了。怎么会呢？桃园这么乖，大家都很喜欢你的。妈妈说，我有新爸爸、新妈妈，你们是最好的。我也希望可以当个最好的爸爸，可是我不可以啊。你也不要我，是吗？不是，当然不是啦。是你的妈妈舍不得你，她要我带你回家。真的。真的，所以你把这边的东西吃完，我就带你回家，好不好？嗯。
来，进来看一下吧。叔叔，你不是要带我回家吗？我看你这么乖，我想送你一份礼物。一份而已。是啊，你一个人当然是一份而已啊。来看一下吧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你喜欢遥控车还是枪啊？我不要。你不要啊？我要这个。这个是给 baby 的，不适合你的。我要给弟弟。好，叔叔送2份礼物给你。2份？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一份给你，一份给你的弟弟。谢谢叔叔。不客气。不过我有个条件的。什么事？你可不可以帮我挑一份礼物啊？要给谁？给安迪。How in?都过了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回到渔场？哦，我走的另外一条路，带你去看很美的风景。我不想要看，我身体真的很不舒服。你现在马上带我回去。可是我看你精神挺好的。我精神再好，迟早也会被你逼疯的。你好不容易出来，让我带你去走走，天天待在渔场很闷的。小东伯，你说话就说话，你不要停下来。你干嘛这么急啊？我赶着回去，你快走。你今天生病，不用做工，为什么急着要回去啊？我身体真的很不舒服，病得很严重，我要赶回去吃药。你要不要现在吃？我连吃药的力气都没有，你骑快一点。你坐在后面行不行？要不然我叫车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我抓紧一点就可以了。走啊，你快骑。哎，停车！你下车。你是不是想吐啊？你喝醉酒吗？摇来摇去的，你这样骑法，到明天都到不了渔场。你坐后面，我来骑。佩芝，佩芝，我还没有上车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还没有上车。我怎么看，你都不像是个有病的人。上车吧。好了。终于回家，看见你了。你做的鱼饼啊，一级棒，就跟你名字一样香。还不是托你的福，这些鱼饼是用那些鱼做的。哎，家里还有很多。那怎么不带多点给我吃啊？吃你的头啊！鱼是要拿来卖的。没想到一批死鱼就让我们赚了这么多钱。要多谢我们的大老板啊，他有钱不赚，就便宜我们喽。哦。就这一袋鱼啊。里面还有2箱。那你快点去拿！我联络几间餐厅啊，他们都说很便宜，抢着要货啊。这么多箱你拿得动吗？当然拿得动了，我跟朋友借了车。是啊，趁大老板、小老板不在，一次过载出去比较好。那我先去拿。哎，等一下你去送货的时候，顺便拿一些鱼到上一次那家餐厅。哎，不过千万不要让小老板知道，你说了很多遍啦。是啊，你说了我说了啊。老公，你先把鱼搬上车，我去看看佩芝。哇，很晕，我想吐。你是不是男人啊？这么一点点也晕车？那条路弯弯曲曲，你要骑这么快，不晕才怪。
我要赶回来吃药嘛。哎，回来了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不是告诉阿香说佩芝生病了吗？她说要来看她，我就陪她过来喽。那香姐呢？去宿舍找你啊。不能去宿舍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她干嘛跑这么快啊？应该是赶回去吃药。生病了还能跑这么快啊？是哦，我也觉得奇怪。佩芝，你醒了吗？佩芝，我进来了。他不是生病吗？跑去哪了？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出毛单了哈？哦，我没事啊。你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就好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怎么魂不守舍的？没事。你那天说这里不干净，你现在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？对，你也感觉得到啊。这里不干净，我们还是快点走吧。小老板，你回来了？是啊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我没什么啊。这2箱装的什么？鱼哦。什么鱼啊？来，我看看。爸不是叫你拿去丢掉吗？我漏掉2箱啊。快点拿去丢掉。哦，好，我现在就去丢啊。喂，老婆。哦，哦。阿香，快开门，是我。大宇哥，他晕倒了怎么办？他是谁啊？你呀，好大胆，竟敢留一个陌生人在这里过夜，为什么不报警啊？不可以报警啊！他可能是非法劳工，如果报警会被遣送回国的。大家都是从外地来的，我们能帮就帮。更何况他病成这个样子，也是我害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等他病好再说吧。病好？我怕他会死啊。不会吧？要花冤枉钱啊！我去找医生来看他。哎呀，不可以呀！要是大老板知道你收留来历不明的人，我把你炒掉才怪啊！那万一他死掉怎么办？喂，你醒来呀！我看还是偷偷把他带出去吧。我死在这里哦。我是说带他去看医生啊。Baby， 你去了哪里？为什么不听我电话？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这很难吗？直接告诉我孩子去了哪里。回家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知道我醒来发现你们都不在，我有多难受吗？对不起。我带孩子回家，只是想看看大家能不能适应。其实我也很犹豫，到底要不要收养他，还以为我们可以好好商量。
做个决定，谁知道你自作主张，让我连跟他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啊！我是怕你难过嘛。你突然把他带走，我就不难过吗 ？baby， 我们不要再谈这件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不提。那这里呢？怎么回事？开 party？ 这里不是我，是静恩他怎么进来的？你把钥匙给他？我没有。你还骗我！哎呀，昨天没有人手，刚好静恩又被炒鱿鱼，我就请他做 part time 咯。后来你叫我早点回家，我就把这里交给他，怎么知道他会搞成这个样子的？坐吧，坐了。baby， 你知道我是帮静恩的，他一个人要带大子恒，真是很不容易的。哦，这你帮静恩就可以，我帮助别人的孩子就不可以吗 ？baby， 不要这样啦。Hello，Good morning。Sorry， 我迟到了。不好意思，昨天太累了，来不及收拾。我下次一定会收拾干净，我再回家的 ，OK？ 还有下一次？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打扰你们做生意的。我会等你们打烊后我再来的。女神，你就给个方便吧。请你做工人不是我，你问他吧。哎 ，baby， 女神发脾气，地动山摇。还讲？我收拾。终于回家，看见你了。拿出来。什么？这里的钥匙啊！哎呀，你不要这样啦！我本来一大早要来这里清理的，怎么知道发生车祸，高速公路大塞车？你的家离这里才几条街，高速公路塞车关你什么事啊？哎呀，我错啦，我睡过头啦。昨晚的事我可以不追究，可是钥匙一定要还给我。真的不可以给我妹？当然不可以啦！如果我的 baby 知道你偷了钥匙啊，你不死要脱一层皮的。原来他不知道啊！我要说是我给你的。阿斌哥，你够义气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我才不用你报答，我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工作，不要得罪我的 baby， 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干嘛？为了我跟你 baby 吵架？才没有呢！真的不是为了我啊，一定是为了生孩子的事。比生孩子还苦恼啊！有什么新鲜的事情跟我说嘞？很八卦嘞！这种不叫八卦，这种叫关心。别懒得理你。哎，除了我，还有谁可以听你诉苦？昨天早回家，女神给你什么惊喜？是惊吓。干嘛？女生跳脱衣舞啊？神经病！家里多了个孩子啊！女神有了私生子？乱讲话！你会像你妹？什么像我？哎，那个孩子从哪里来的？领养的。你们居然走到这一步啊！你们两个哈，谁不能生啊？你才不能生 ！Hello， 我好歹有一个子恒 ，OK？ 啊，是了，了不起了。我觉得你们应该各自找一个人试一下。被人责怪不能生哦，很冤枉的，尤其是女人。去街上随便找一个人试啊，还是跟你啊 ？My pleasure。神经病，乱讲话。开玩笑啦！哎，听我说，站住！我真的不明白，没有孩子很好啊，自由自在，想要拍拖就拍拖，想要旅行就旅行，想不回家就不回家。看我拖着一个子恒，什么机会都没有了。你不怕你子恒听到吗？听到又怎样？没有他，我可是很多人追的辣妹。有了他，我顶多是一个辣妈。子恒听到会难过的。哎，当我的儿子不可以这么脆弱。他从小到大，我就跟他说，他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人，要比任何人更坚强。真是受不了你。没有孩子又不会死，享受二人世界啦。你懂什么啊？
夫妻在一起久了，如果身边没有孩子的话，就好像很不完整的。唉，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说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我去洗碗。哎，拿来。还以为你忘记。你想得美啊，我忘记。啊，还给你了。吃药了。哎，我们能帮的已经帮了，你以后不要再找佩芝了。安香姐，我们送佛送到西域，你想吃什么我们请，之后我们各走各的。你听到我说话吗？喂，有天吗 ？OK 的话，我送你回家。你住在哪里？大哥怎么办？他看起来昏昏沉沉的，能不能现在带他回家，等他病好了再叫他走？怎么可以？客厅已经挤2个人了，怎么挤第3个啊？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他们2个已经找到地方搬走了。什么？少他们的租金我们怎么办？没事的，我会想办法的啊。让我住在你那里，我会给你租金。好啊，租金400块，只可以睡客厅。啊，可以走了吗？只想找个地方睡觉。想找地方睡觉，先给租金。不要钱啊？怎么了？他不让我拿钱。幸好我聪明，叫他来提钱，要不然被他骗。我里面是有钱。是不是你卡出了问题啊？不知道。那你上一次用这张卡是什么时候啊？5年前。难怪啦，这么久没用，可能你的户口已经被冻结了。那去银行拿钱吧。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拿钱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坐牢。香姐，你为什么要拿刀？不知道他是杀人犯还是强奸犯，小心点比较好。哎呀，你怕就不要把房子租给人家嘛。我是怕，可是我更怕没有钱交房租。都是那2个好兄弟啊，说走就走，害我们现在手忙脚乱。我跟他相处了2天，觉得他还好，应该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。我不管了，400块多肯睡客厅，我不可能跟钱过不去的。你不要见钱眼开啊，小心人家把你砍成一块一块做咖喱。你还乱说话！我们晚上睡觉记得锁门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马上给我找到新的房客，只要有人肯租，我马上叫他走，懂吗？找新房客也好，如果你们2个出事了，我会很过不去的。400人睡客厅很难找的。大宇哥，把客房租出去吧。我已经跟全叔说我会住在渔场了。这怎么可以呢？再说吧。要死了！阿明打这么多电话给我，我忘了还要去送鱼的。你呀，快去啊，赚钱重要。哦，拜。菜刀太大了，手掌小的比较好。我们小心一点就好，不用这么夸张吧？你还敢说啊？我本来希望你可以遇到一个高富帅，竟然给你碰到一个坐过牢的穷鬼。你呢，还孤男寡女跟人家睡了1个晚上。没有，我们没有睡在一起。我知道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千万不要传出去啊，要不然看谁敢娶你。好。不过我真的很好奇哎，他为什么会坐牢？而且怎么会在渔场，还扮鬼吓我？我倒希望就像拍戏一样，他是个落难的有钱人，那你这个灰姑娘就可以变成公主了咯。不要再做梦了啦，我们去卖鱼饼。快去锁门啊！那本来我的房里没有东西的。你怎么一点戒心也没有的？这年头，连穿过的内衣内裤都会有人偷的。他没有这么可怕吧？
变态的人脸上会写“变态”2个字吗？你去哪里？他看起来很冷，我要拿条毛巾给他。他是你的谁？你干嘛对他这么好？我只是不想让他再生病。要对人家好，就要先摸清他的底。阿香姐，不有啦。都是女人的东西，真的是个变态。放回去啦！他有老婆孩子的，他的老婆还挺漂亮的。干嘛动我东西？放回去！去卖鱼饼。说的轻松，我的脚步却重了。终于回家，看见你了。吓死人了！佩芝啊，我跟你说啊。你最好不要接近那个男人，免得激怒了他，被他砍手砍脚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还要不要去渔场帮忙？哎呀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帮你跟邵东波请假了，多好，不用做工还有钱赚。不去也好，这几天快要被他烦死了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啊？邵东波他真的是很关心你的，他本来想来看你的，是我叫他不要来。你都不知道他有多么的烦，这几天送饭给我，每一餐都送一朵花，我真的是有点怕怕的。没有想到邵东波这么浪漫的，你一定要抓紧机会。是我真的觉得他很烦，那个人生病了，我心里急得要死，哪里有心情说他的话？他真的是有一点笨。你才笨呢，他怎么知道你房间躲着一个男人？要对你好还要被你嫌，真的是难伺候。也是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佩芝啊，既然你不用去做工，帮我卖鱼饼啊。全叔和烧蛋包说那些死鱼有毒，这些鱼饼可以吃的吗？你看阿明吃了还不是蹦蹦跳跳，你说他有事吗？可是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巴沙卖的鱼还不都是死鱼？你听说过吃死人吗？他们都太大惊小怪了，我们的命没有他们娇贵，有鱼吃就偷笑了。他们一定是没有饿过肚子，才会丢掉这么多条鱼。有钱人怎么会知道穷人的苦啊？看那些人，结婚是去度蜜月的，我呢，要在街边卖鱼饼。我叫你考虑手动包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你做老板呀，就不用像我这么辛苦。大宇哥也对你很好。当然知道啊，要不然我才不会跟他一起挨。喂？哦，我马上过来。啊，佩芝啊，我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。好，那我先拿这些鱼饼去卖。谢谢你啊，你要小心一点啊，我一忙完就去找你。谢谢你啊，拜拜。Mrs. Boss， 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没关系，阿香啊，今天我找你出来是想告诉你，陶斌已经回家了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是我请波送陶斌回去的。哦，原来是你叫他把陶敏送回去的。Mrs. Boss， 对不起啊，我没有想到只是一天，我的同乡就反悔了。他真能舍不得孩子，
幸好你们大方，肯把孩子送回去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今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你，是 boss 接的电话。他没告诉我。难怪他一个人送桃园回去啊。他为什么不把话说清楚呢 ？Mrs. Boss， 我的同乡要回孩子，你不会是生气吧？母亲舍不得孩子是自然不过的事，我们又怎么可能拆散他们呢 ？Boss 真的是一个大好人啊，他买了很多东西给桃园一家。至少他做了我要做的事。对了，这里有一些衣服我要买给桃园他的弟弟，麻烦你帮忙送过去。我知道你的朋友很辛苦，可是我们现在能帮的就只有这些。你和 boss 真的是好人，我代我同乡谢谢你。上天真的是应该赐你们一个孩子的。baby， 一向来你要什么我全都可以依你，可是这一次真的不行了，我没有办法把别人的孩子当成是自己的孩子。领养了他就是我们的孩子了吗？将来他长大后也会把我们当亲生父母一样孝顺的。没错，可是别人的孩子始终是别人的孩子啊。一定要是自己生的才算是自己的孩子吗？你就不能试着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吗？医生，请帮我做详细的检查。我想接受人工受孕。阿姨，对不起。我不能叫你妈妈，谢谢你 ，I love you。baby， 我不是不要接受别人的孩子，我不愿意领养，是因为我不忍心看到孩子离开自己的爸爸妈妈。阿香已经告诉我了，我知道你为什么把桃园送走。就算他妈妈不这么做，我还是会把他送回去的。你看到他昨晚哭得多伤心吗？我只不过想要一个孩子，为什么这么难？我们一定会有我们自己的孩子的。回家的路。